荣国府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庄田缴租，每年荣国府都要从庄田获取大量的粮食、牲畜，以及出售粮食、牲畜而来的银两。作者在第53回里描写了乌进孝向宁国府缴租的情形，并开列出了一份详尽的租单：大鹿30只，獐子50只，狍子50只，鲜猪20个，汤猪20个，龙猪20个，野猪20个，加腊猪20个，野羊20个，青羊20个，加汤羊20个，加风羊20个，循黄鱼20个，各色杂鱼200斤，活鸡、鸭、鹅各200只，风鸡、鸭、鹅200只，野鸡、兔子各200对，熊掌20对，鹿筋20斤，海参50斤，鹿舌50条，牛舌50条，撑干20斤，榛、松、桃、杏瓤各2口袋，大对虾50对，干虾200斤，银霜炭上等1000斤，中等2000斤，柴炭3万斤，玉田腌制米2担，碧糯50斛，白糯50斛，粉精50斛，杂色2谷各50斛，下用长米1000担，各色干菜1车，外卖2谷，牲口各项之银，共折银2500两。外门下孝敬哥姐的玩意：活鹿2对，活白兔4对，黑兔4对，活锦鸡2对，西洋鸭2对。这份租单详细记录了庄田一次缴租的品类和数量，应该是比较接近当时真实情况的很珍贵的历史资料。同时，乌进孝向贾珍汇报时还提到，他兄弟现管着那府里8处庄地，比爷这边多着几倍，今年也指这些东西，不过多2-3千两银子，也是有饥荒打呢。由此可知，乌进孝的兄弟管理着荣国府的田庄，且比宁府多几倍。而由乌进孝所说的今年雪大，外头都是4-5尺深的雪来看，宁、荣两府的庄田似应在东北。不过根据第6回里一处细节的透露，荣国府在南方似乎也有庄田。当时刘姥姥到荣国府找周瑞却没遇见，因为管春秋2季地租的周瑞已往南边去了。第16回里有句话似可视为照应，赖大说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5万银子，也许是从江南收的租银未运回北京，而是存放在甄家。除了第53回乌进孝缴租外，作者只有2次提到了庄田。一次是在第7回，宁国府的焦大士公自傲，喝醉了酒对主子不恭，甚至公开抨击他们见不得人的隐私，于是王熙凤就向尤氏建议，远远地打发他到庄子去。另一次是在第61回，刘五儿遭受了冤屈，可是王熙凤不问缘由就下令把五儿打40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在宁国府与荣国府服侍的下人都是奴隶，而在庄田劳作的则是农奴，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状态。府内下人的生活相对而言较为优厚且有保障，而庄田上农奴的生活则十分困苦悲惨，因此主子就将发配到庄田当作严厉的惩罚。主子们根本不会在意受罚者到了庄田将会如何，他们关心的只是从庄田获取粮食与银两。贾珍就抱怨缴来的银钱少，还振振有词地对乌进孝说，不和你们要，找谁去？庄田缴租，入府登账后，银两自然存放在银库，而粮食则是入粮仓。粮仓也有对应的管理机构，这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，是在第8回。那时随吴新登走出账房的众人中，有一人是仓上的头目名戴良，戴良显然就是粮仓的管家，粮仓的职能是贮藏与发放粮食。通过对缴租单子的计算，我们可以知道乌进孝向宁国府一次共缴纳了1002担又300斛粮，约13万5千斤。据他所说，荣国府收到的大概也是这些。荣国府的粮仓一下子至少能贮藏约13万5千斤粮食，可见其体量之大。而畜牧场虽然在《红楼梦》中并没出现过，但它同样应该是荣国府必有的机构。乌进孝缴租时，同时还送来了孝敬哥姐的玩意：活鹿2对，活白兔4对，黑兔4对，活锦鸡2对，西洋鸭2对。这些该放在哪里呢？其实大观园建造时就有放养玩赏类动物的计划，第17回中就写道，采办鸟雀的，自仙鹤、孔雀以及鹿、兔、鸡、鹅等类，悉以买全，交于园中各处饲养。
书中后来有些描写对此也做了呼应，如第26回中，宝玉看到那边山坡上2只小鹿，见也似的跑来；第51回中，麝月看到一个黑影吓了一跳，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那个大锦鸡。因此，庄田上缴来的玩赏类动物放养在大观园里即可。可是，庄田送来的还有许多鲜活的家禽牲畜，如活鸡、鸭、鹅各200只，还有不少汤猪、家汤羊之类，这还只是秋租，到缴春租时还得送来一批。如果这些家畜全都放养在大观园里，那这号称仙境别红尘的所在将成何等喧闹模样。这些鲜活的家禽牲畜是供府内众人日常消费的。第61回里，掌管大观园小厨房的柳家的就曾说过，他每日要领取2只鸡、2只鸭子，10来斤肉。由此可见，荣国府内必设有饲养场，以保证这方面的供应。而靠着这些缴来的粮食、家畜，则荣国府在这些方面就无需外出另外购买了。